吗啡在衣服的口袋里，而衣服在衣柜里。我想再看看安秋子的房间。好。原来是这样。什么？没什么，我想再看看你父亲的旧画。好。这就是我爸的画室。这个是……这应该就是他画的那个外国女人。有件事情，我想应该是真的。什么？你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抛弃你，其实他很爱你。对，他爱他的孩子，却不爱孩子的妈妈。他不会抛弃他的孩子，却想抛弃整个家庭。他就是个人渣。其实他最大的过错是自私，不是背叛。是啊，就像男人们经常说的，牡丹花下死，就是你们的求人得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次呢是受周家后人所托，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你能配合我这次回来重新调查这个案，很感谢你不远万里从俄国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那个女人毁了我的一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她。我倒要亲眼看看她和她的后人是多么的不幸。那可能得让你失望。对这很熟吧？是的，从未忘记。在感情的世界，没有什么第三者，只有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局外人。聪明的人应该学会如何体面的离场。可你离开的方式也并不体面啊。该离开的人并不是我，整个饭店都知道我才应该是这里的女主人。案发当天早上，李元普听到他们两个在吵架，可只听到了最后几句。我想你应该听得很完整。还能是什么？无非就是周子提出要离婚，方怀瑾推三次的找借口，不同意。一会儿说他们的孩子，一会儿说寄人篱下的安秋子。周子已经不想再和方怀瑾争论这些了。我们在画画时，他又找借口来吵架。你怎么了？你想让我怎么样？我想要更加浓烈，更加灵动，更加灼热。
这样够准日吗？打扰一下，我还是想跟你谈谈。我有点冷，我去拿个披肩。等我再回来，他们的吵架已经结束了。他们吵了多久？很长时间，周子让他拿酒，我也叫他给我倒一杯，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酒拿回来，周子还嘲讽他。哎，拿开！还是我来吧。来，喝什么都是酸的。方怀瑾当时听见这话，气得站在那里哆嗦。在那之后，周泽的状态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因为他找到了灵感，对别的事都没了兴趣，饭也不吃，只想着欣赏自己的画作。原来是这样。所以我想，方怀瑾没准是想杀我，可阴差阳错的，我活了下来。可我活下来还不如死了。凭什么他们可以做一对鬼夫妻？他们之间根本就容不下你。你知道吗？其实周泽从头到尾都没想跟方怀瑾离婚，他周旋你，敷衍你，不过只是为了完成那幅画而已。你胡说！其实你知道的，我说的就是事实。大家都知道周泽爱的是我，只有我能给他灵感。真是可笑！天底下的第三者都是一模一样，明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个人渣，总以为自己是个例外，幻想着成为对方的唯一，对吗？李叔叔让我来接你们，实验室已经准备好了。我做了点小安排，大家去实验室聊吧。今天请大家过来，是为了还原一下案发当天及前一天的事情经过，帮助我们找到那个隐藏了多年的真凶。凶手就是方怀瑾，毋庸置疑。当天早上，周泽跟方怀瑾吵架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些车轱辘话，扯来扯去的追究，到底谁对谁错？不止这些。这件事情重要吗？凶手不会因为吵架的内容而发生转移。那如果周泽并不想跟方怀瑾离婚，而方怀瑾是在为葛爱打抱不平，胡说些什么？我需要他来打抱不平。他懂什么是艺术吗？他知道绘画都有哪些流派吗？他跟周泽的审美能匹配吗？他连一罐颜料都会买错，周泽早就对他忍无可忍了。是，跟你相比，方怀瑾确实平凡，他的生活重心里只有家庭。你能给周泽创作的激情还有灵感，他给不了，可你也没法照顾周泽的生活起居，所以周泽根本就不可能跟方怀瑾离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天早上他们说的应该是，等周泽画完那幅画，就让你打包走人。不可能，周泽说要跟方怀瑾离婚，这是我们所有人亲耳听到的。你再仔细想一想他的原话。我跟你说过了，没有这回事儿。你到底想干嘛？离婚是吧？来，离呀！为什么你的身边总是有这么多的女人，一个又一个？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我现在不想谈这个，这件事儿过2天再说。可我们已经在谈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整天胡思乱想，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点吗？
我是认真的。你又要干嘛去？我还是去后院吧。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情绪。如果按照周泽耀跟方怀瑾离婚的说法，当天他们两个的情绪完全就连不上。只有按照以下这个推测，当天早晨的事情才算合理。周泽根本就不想跟方怀瑾离婚，他也不想因为讨论这件事情而浪费时间。他跟你生气，是因为你惹了方怀瑾不高兴，从而影响到了他作画的进度。用中国话说，你这叫断章取义，是在编故事。司徒言，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但我不得不说，你的这个猜想太离谱了。一点都不离谱。后来周泽离开客厅去后院画画，方怀瑾越想越觉得不安，越来越不能确定周泽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找周泽当面去问个明白，周泽才说了那番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马上给他收拾行李，我送他走行不行？你就这么对他？那我怎么对他？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对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留在这儿不行，送走也不行，你说？你到底还想伤害多少人？好，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好吧？周泽说过无数次要把安秋子送走的气话，方怀瑾当然知道这是气话，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情几次三番的找周泽吵架呢？如果那个要被送走的人并不是安秋子，那这个家里能被送走的人就只有……方怀瑾为什么要给你拿酒，甚至还要帮你倒上？他想替周泽补偿你，他那么意味深长地看着你，不是因为讨厌，更加不是因为恨，他同情你。谁需要他的同情？我比他长得漂亮，比他年轻，比他招男人的喜欢，我需要他的同情。是，我是听到了那些话，知道那个男人对我根本就没有用心，那又怎么样啊？我就要杀了他吗？方怀瑾跟周泽吵架的时候，你离开过，干嘛去了？穿的少了，觉得有的人冷，就去拿了披肩。你撒谎，因为那天根本就不冷。现在就需要一杯酒，我去帮你拿吧，刚送来的啤酒还是冰的。我要沃特嘎，纯的。女人需要一条披肩干什么？需要看天气吗？如果仅仅是拿一个披肩的话，这个时间未免也太久了。没有很久，拿了披肩就下来了。你自己说过，你说他们吵了很久。他们吵了多久？很长时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你撒谎是因为你要掩盖你没有回你自己屋的事实。你去的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方怀瑾的主卧。你要拿的也不是披肩，而是他衣服口袋里面的吗啡，因为你自始至终都知道它的存在。你跟李元顺在门口聊天的时候就看到了，当时你就在李先生右手边那个位置。当时你是面冲里边的。可爱，我正式的跟你谈。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年轻漂亮还性感，所以你去勾引周泽，让周泽对你动心。可是周泽是有妻子的人啊，对吗？那怀瑾是他的结发妻子，他能因为你而跟他离婚，这说明什么？我有点冷，我去拿个披肩。接着，你便去到了方怀瑾的主卧，再从衣柜里拿出了那瓶吗啡。而你偷吗啡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周泽，报复这个男人，再嫁祸给方怀瑾。
你拿着吗啡回来，听见周泽要喝伏特加，这是你最好的杀人机会，所以你也要一杯。我要沃特嘎，纯的。给我也倒一杯。还是我来吧。周泽那句喝什么都是酸的，就是你在酒里加了吗啡的真名。吗啡是用醋酸来提纯的，有醋味。他难道不该死吗？我付出的是我的全部真心，而那样的只是一幅破画。他说他会娶我，他说他会离婚，可是回到家里一切全变了。他已经毁了我，毁了我的感情。我要让他对我的爱成为我记忆中的标本，只留住最美的时候。你选择了有妇之夫，你就应该知道你的结局注定是被抛弃。这个是连我那个不懂艺术的姐姐都懂的道理。那又如何？在这里，在我们家，你永远不可能赢。他们都已经死了，只有我还好好活着。我这次来就是想再看看这对死鸳鸯。你简直无耻！是你害死了我的父母，你凭什么？凭什么？说，你说！等一下，怎么会这样？哦，这是我用醋酸提纯的吗啡，醋酸吗啡溶于水，微溶于酒精。那杯酒他喝了多少？喝了多少？你没事吗？我就是梵高，毕卡索，我就是莫奈。亲爱的，你快来看，这就是蒙娜丽莎。它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呀！不是我吗？凶手不是他，那周泽自杀呀？还是说凶手另有其人？怎么会这样？不是，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毒在哪？酒杯里啊。这是警方在案发后从他衣柜的外套中搜出来的。大烟里最让人上瘾的就是它，它是可以要人命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从我哥的实验室里偷了吗啡。王姐，我真的等了很多年了，王姐，你给我一次机会。酒拿回来，周子还嘲讽他。方怀瑾当时听见这话，气得站在那里哆嗦。喝什么都是酸的。周泽说喝什么都是酸的，他还喝过什么？他还喝过什么？他喝过什么？
他说喝什么都是酸的，应该不是在讽刺任何人。他确实还喝了别的什么酸的东西。李元颇师兄，他喝过你给的一杯水。他是喝过，有什么问题吗？凶手要杀人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知道方怀瑾有吗啡；第二，有机会盗取吗啡；第三，有机会给周泽喝水。同时满足3个条件的人，除了葛爱，还有你。无稽之谈。你说过，实验室结束那天，你侧移了一个位置跟周泽说话。你不要认为自己年轻漂亮，你就可以去勾引周泽。周泽是有妻子的。你去方怀瑾的房间表白，方怀瑾跑了，也只留你一个人在房间里。什么？你怎么会向怀瑾去表白呢？是，我当时觉得只有我才能把他从泥沼中给救出来。元颇，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怀瑾的？我怎么不知道？我不想跟你说，因为你是我哥，你也喜欢方怀瑾。我原本以为只有葛爱知道方怀瑾拿了吗啡，可是移动过位置的你也看到了。什么时候见好就收，就不会让人那么讨厌了。你说什么事就不能等我把这个做出来？怀瑾，怀瑾，今天的事情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最好的兄弟吗？你把方怀瑾气出去，然后从他外套里拿到了吗啡。接着，便在第2天一早，趁着方怀瑾和周泽吵架的时机，骗他喝下了那杯要了他命的毒水。荒谬！我图什么？为了和方怀瑾在一起而杀了周泽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只要静静的等他们离婚就可以了。我既然爱方怀瑾，为什么还要做这种陷害他的事情？你一个局外之人，凭借一厢情愿的猜测，就在这里揣度我们的感情，妄想多年以前的故事来污蔑你的师兄。我问你，你是何居心？是啊，李律师是爱我姐姐的。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奇怪，你为什么会遵从方怀瑾的意愿去打无罪辩护，而不是请求让他减刑呢？你明明知道这样会激怒法官，判他死刑。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会选择给他留一条生路，还是让他去死？你是律师，你会权衡利弊，可当你权衡之后，你仍然把他推向断头台，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你的计划就是杀周泽，然后嫁祸给方怀瑾。可是杀了周泽就是为了帮方怀瑾，那现在这不是两头空了吗？是啊，为什么？他说你妈妈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你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看见我妈妈在阳光下喝茶，是他心中最美的油画。不对，你妈妈紫外线过敏，她从来不晒太阳，她还找我来拿过药呢。而且夫人不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她就更喜欢颜色淡雅的款式。我现在就需要一杯酒。我去帮你拿吧。这是我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
金灿灿的阳光照在她雪白的肌肤上。只是时间过了太久，我也记不清楚是真实发生还是我自己想象的。你说过，在实验室的时候，你一直侧着头看着他。你现在再侧过头看看，你能看到谁？你在形容对方怀瑾的爱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脑袋里的形象替换为了他，所以你爱的人根本就不是方怀瑾，而是葛安。然后把这个有后有背的窗帘扔掉，这样夕阳从西门那扇大窗子里照进来，是不是更美？你把主角代入成方怀瑾，渐渐的，连你自己都骗了。这么多年来，你甚至真的以为自己喜欢着方怀瑾，连第一次见到周梦婉时，都真情流露。以后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姐夫会娶葛爱，所以你杀了他。你害死了我姐姐！元博，他可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你把葛爱视作珍宝，当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月亮，却像六便士一样被周泽轻易的玩弄。因为嫉妒，他说的任何话在你看来都是嘲讽还有炫耀，于是你忍不住起了杀心。你对葛爱就不是真的，为什么还要娶她？你问他呀，为什么想和米粒虫一样，我甩都甩不掉？所以你是在骗他们？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谎言才是女人最想要的东西。你就是太老实，所以到现在还单身。你没有证据。这是周泽那幅画，色彩跟光影的陡然变化，并不是因为某种突破，而是因为吗啡。如果回到案发现场，就不难找到那个真正致命的水杯。这也不是证据。你哥哥说过，醋酸吗啡溶于水，微溶于酒精。李元普，我父母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对他们？我只能说对不起。这是一个早就盖棺定论的案子，你们翻不了案，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翻不了案，不能拿你怎么样？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邪不压正。来人，给我带走。是。走。
谢谢。其实你不用谢我，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也是罪犯。我们会把你的行为诉诸法律的。不过我想，你已经受到惩罚了。我已经得到报应了，我的一生已经毁了。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吧。我不想接受你们周家人的恩惠，这幅画我想买下来，你尽管开个价。我们之间纵有再多的不愉快，但它终究属于你。我很羡慕你，不会重蹈你母亲的覆辙。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夫人为什么擦掉瓶子上的指纹？是因为那瓶酒是我拿来的，姐姐拿来的姐夫，他什么都不肯说，因为我就是那个杀人凶手。我想不起到底要对那瓶酒做什么，我也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做。或许我也投了吗啡，是姐姐的出现阻止了我。你没有，你只想把硫酸镁放到你姐夫的酒杯里，让他拉肚子。那天也不知道是谁到我这里把窗户给开了，我第二天中午才发现。现在想起来都还在后怕。啊，这里，当时撒了一堆粉末，好在不是这一层啊。难怪爸爸说，安秋子总是喜欢弄一些自以为是的恶作剧。姐姐是为了我，江小姨，我好想他。我也是。我也好想你。对不起，对不起。没事。谢谢。没事，不重。我不是说这个。啊，确定不拿点别的？足够了。你真的想好把这间充满回忆的屋子给卖了？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不会卖。可现在，我妈不再是杀人犯。我父亲纵有不堪，我也爱他。在这里的童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最温暖的时光。我终于不用再逃避这份回忆了。还是别卖了。一所房子是不能承载回忆的。
能承载回忆的是人心。其实我之前有想过找你调查这个旧案，可我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知道你司徒言找到的真相就一定是事实，我害怕。谢谢你推了我一把。那得谢谢我呀，是我把他拽上火车的。当然了，你更得谢谢他，他想查谁都拦不住。走吧。你们俩谁呀？啊？谁又得罪人了？小卢，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要想找我的话，找人带个话就行。别跟我套近乎。我听说你们几个最近在哈尔滨还挺能耐的。不，你要这么跟我说话，怎么把老子请过来的，就原封不动的把老子送回去？什么？跟我玩这个小把戏啊？赶紧把这个破玩意给我拆了！炸弹，这是我实验室里刚研究出来的好东西，它叫什么定时器，它能预定时间。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就会提前被我砰的一声变成碎片儿。变成碎片，老子连你一块儿崩！老卢，我告诉你，我们家待你不薄，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我们家在养着，你那2个儿子在我们家公司混吃混喝，你信不信老子把他们给撕了？把他嘴给我堵上！滚开！好，我就再忍你3小时50分钟，到时候我就让你一家人团聚。将军找我们来，应该就是有事要找我们办。我做就是了，别伤人。别啊，司徒，他们没安好心。我不能拿他们开玩笑啊。好，嘿嘿，不愧是大侦探，果然聪慧过人。那我就直说了，奉天日本领事馆的近藤川领事，今天在抵达哈尔滨后失踪了，日方让我立刻交由，否则很可能会引发军事摩擦。本来想去哈尔滨找你们，但是听说你们在奉天，就来请你们。眼下这局面你也知道，所以，我活要见人，死了要见凶手。明白。先把骆少川的炸弹拆了，我帮你找人。不是在帮我，是在救你们自己。如果将军不放心的话，可以把炸弹绑我身上。扯什么犊子呢？司徒，你甭搭理他，你就绑我身上，我就不信敢炸死老子。侦探先生，时间可不多了。近藤在哪儿被绑呢？这边请。昨天我的人在护送近藤领事去火车站的路上，遇到了刺杀。死里逃生的近藤领事前往哈尔滨，没想到凶手在那边还有接应。近藤一下火车，他们的人就冒充我的人，把近藤给接走。现在我们只找到了他的贴身翻译王朝维，但是他被麻醉了，到现在还神志模糊，无法正常沟通。在你们的护送下行刺吗？是他的司机金艳平突然间驶离了既定路线。等我们再找到他的时候，近藤领事已经负伤了。
在哪儿遇刺的？是去火车站的途中。在哪儿遇刺的？在去火车站的途中。绑匪通知日方领事馆了。近藤的司机十分可疑，出事后人就跑了，到处都找不到，应该是畏罪潜逃。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帮人刺杀不成，又来绑架。麻烦您把领事遇刺的事情说得更详细一些。按原计划，我们从浪速路出发，可是车行驶到转盘附近的时候，司机金艳平突然把车拐进了4条路。近藤领事在春日公园附近遇刺后，司机当场开车就跑了。之后，王朝维带领事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就回浪速路与我们会合。领事来中国多久了？1年。司机跟他多久了？大概1个月左右。那个翻译王朝维，他以前就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也一直在日本领事馆工作。近藤领事很喜欢他，一来呢就让他做贴身翻译。他为日本人做事很久了，有2心的可能不大。他们都是奉天人吗？王朝维是土生土长的奉天人，不过他家里人是死的死，逃的逃。现在还剩2个姑妈住在奉天，一个在春日小学教书，另外一个住在小东关那边。金艳平是乡下来的孩子，孤家寡人，比较容易买通。变道、遇刺、开枪、领事受伤、司机开车逃走。领事的伤势怎么样了？不算重。王朝维说，凶手用霰弹枪打碎了车窗的玻璃，是玻璃划伤了近藤领事的脸。都别动！这一个人，还有个。霰弹枪，土匪啊？可能是想伪装成山匪呗。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你也知道，领事被刺杀的后果。他在哪儿就医的？您查过吗？领事自己都说没事儿，我也不好多问呢。近藤领事，你没事吧？送我去火车站。要不先休息一下？我说，送我去火车站。哎，好的，好的。司机呢？跑了。跑了？我们和这个近藤领事也不算太熟，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只能顺应着点儿。来，你来，来。陆少爷，别折腾了，
万一炸了我们都得。打呀！都不准动！你别动！哟，还敢拿枪指着我？把这个按住！我看谁敢来！你们俩先走，我顶上。我知道领事在哪儿。将军，请给我2分钟时间。他们绑架日本领事，用心险恶，这根本就不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你要是说错了还好，万一说对了呢？以后麻烦的就是你。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策划了这起绑架案，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卷入祸端。你是怎么被逼走的？怎么来的哈尔滨？你忘了吗？你看看外面，就那帮酒囊饭袋，这个国家腐朽成这个样子，你要怎么救啊？腐朽的不是国家，而是北洋政府，是这种逆时代而生的制度。我们在寻求变革，在寻求一条从内忧外患中独立成长的道路，但这绝不能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制度的更替，牺牲就是在所难免的。一个新制度的建立，总会遇到旧时代的负隅顽抗。是，牺牲是难免的，可这牺牲不该在这种无尽的绝望还有痛苦之中，更不应该是侵略者炮火底下的冤魂。我们应该怀着对明天无限的向往，在最黑暗的时候，燃烧自己，放出光芒。牺牲应该是自我实现，而不是让别人去死。你说王朝维的姑姑在这教书？是。她住哪？学校旁边。近藤领事就在这儿。怎么可能呢？我亲自送的近藤领事上的火车。你可以派2个人去附近的医院调查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根本就没有近藤领事的接诊记录。是。跟接诊记录有什么关系啊？近藤不可能在奉天。你们看到脸上缠满纱布的人，也根本就不是近藤领事了。制造刺杀，用霰弹枪打伤领事的脸，为的就是让领事的脸上缠满纱布。你们对他并不了解，所以只要他不过多的说话，你们不跟他有直接的接触，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上火车的人不是真正的领事。怎么可能？难道他的翻译还认不出？他的翻译？他对日方没有二心，不代表他对近藤也没有。司机忽然偏离了原定的路线，然后消失。你们觉得他里应外合，嫌疑最大，但这有个致命的逻辑漏洞。如果金艳萍心里有鬼，那他怎么会在遇到刺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开车离开呢？所以是王朝维在说谎。金艳萍离开主路驶入小巷，只能是因为王朝维假借近藤之口向他发号施令。金艳萍刚到日本领事馆工作不久，自然不会起疑心，所以便开到了春日公园附近。前面左拐。什么？领事之前吩咐过要去一趟春日公园，所以前面左拐。啊。どうした？啊，大丈夫，先生。何者だ？走。
之所以说霰胆枪，是为了解释领事面部的伤势。领事刚受伤，语言又不通，但有多年的翻译陪同，自然也不会引起怀疑。等到列车抵达哈尔滨，王朝维跟贾敬腾自行离开，然后把车丢弃，制造出敬腾在哈尔滨被绑架的假象。这样一来，不管怎么调查，敬腾川再也不会出现了。报告，我们调查过了，附近的医院、诊所没有接待过日本领事。快，敬腾领事有生命危险。走。谁呀？你们到底谁呀？你想要啥你说呗。バカ野郎！俺は日本大使館の領事官だぞ。お前ら死にたいか？貴様ら中国人じゃないよね？中国人じゃねえ。こんなことしてただで済んともうないな。护士，领事的伤怎么样了？啊，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俺を見つけてくれたのはお前らしいな。その通りです、先生。今回の事件であなたの方が責任を問われるのは予想がつく。すまないが領事館まで投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まあこれをあっちに見せればこれ以上追及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だろ报告，绑匪说什么了？服毒了。服毒了？服什么毒了？说是什么蓖麻籽，这蓖麻居然还有毒。又是蓖麻籽。なぜですか？今回のことでお互いにこれ以上揉め事を増やしたくないだろう。だから単内さ、自分はできるだけ早めに法廷から出ていくよ。你觉得把那个破案人报我身上有用吗？姓卢的，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你呀，身边有那么好的榜样，你就不能跟人家好好学学？你是在说我吗？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贴什么呢？照顾邵川这个臭小子辛苦你了，大侦探。你别给我转移话题，我让你道歉呢。行了，翻篇吧。我们还查到一点。王朝维这个姑姑其实就是个日本人，一直以中国人之名行事。这场绑架完全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当初我真是太草率了，我能给周家的后人说声对不起吗？你说完对不起，方慧锦能复活吗？希望您日后查案能够更加谨慎。嗨，我老了，这些事情就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了。张警官，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你想讽刺我，省点口水，我听太多了。你听说过一个有关日本的间谍组织吗？他们通常用蓖麻籽来排除异己。我还是那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要是想做只白的，你就得死。明白了。
稍等。不过我听说过一个词儿，不知道和你们说的这个组织有没有什么关系？神域。哎，刘彦甫死了，你知道吗？不是先收押吗？怎么就死了？自杀了，估计过不去自己心里那一关。你想想，杀了人，心里积压这么多年，突然被自己师弟揭穿了，这我心里都崩溃了。可能师兄心里也没这么坏。嗯。神域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老师沈剑贤，你父亲，还有谢化，他们都参加了筹建律师公会的晚宴。可筹建公会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治外法权。收回治外法权，那还上升到国家的事了。那我们也管不了啊。我老师有基础病，所以师母还有警察都认为他是猝死，没有解剖尸体。可是我爸是被谢化杀，你查的，板上钉钉的事了。茉莉也是于大任杀的，可于大任也在狱中服了蓖麻子毒自杀。你觉得呢？之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要是真有这么个组织，那它的能量也太可怕了。司徒大哥，洛帅、周老师，你们可算回来了。这两天有点降温，我让何老板准备了锅子，咱们吃涮羊肉。啊，你们去吧。这次走的匆忙，我先回去看看师母去。我跟你一起去吧。问你两句话。好，来。那我走了啊。走。终于回来了，长途跋涉的，辛苦了。师母，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您从来没有觉得老师做的有问题吗？是我，都是因为我。沈律师到底怎么死的？这事儿呢，是骆老爷牵头借了杜恒先生的公寓，要为律师公会筹措经费。那天来的客人也都是骆老爷和沈律师生前的好友。这沈律师吧，他本来有点心脏病，谁想到喝了点酒，当场就猝死了。哦，那天二夫人和邹小姐也在现场。那疑点呢？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疑点吧，就是杜先生觉得这事儿挺蹊跷的，他和邹小姐查了一段时间也没查出什么来，就不了了之了。沈律师的葬礼办得还挺盛大的。沈律师的尸体解剖了吗？这得问方医生，这是他经的手。方建奇啊？哦，行，走吧。去哪儿啊？去找方医生，把该查的查清楚，然后等司徒的结论。饿不饿？吃烧烤去。不想出门了，外面那么冷，要不在家里做点儿？那我给你下面条。家里有什么？西红柿、鸡蛋。西红柿鸡蛋面。
你想重新调查沈老师的死？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跟师母开口，她的反应你也看到了。我实在不想把她心里的疤给揭开。可是这块疤已经流脓了，如果不揭开，把腐肉剜去，那沈夫人的伤永远都不会好。之前，你调查我家的旧案，我知道以后很愤怒，很伤心，很痛苦。可是现在想想，我很感谢你。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了而已。我当时说的那些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个人呢，就是嘴巴利。其实我知道，你和骆少川去奉天调查这个案子，是因为你们把我当朋友。否则整个哈尔滨那么多冤假错案，也不见你们一个个翻出来，给他们翻案不是？想不到你真会做饭啊！不然我怎么在北京一个人生活？好好吃。啊，这个给你。什么？一个小礼物。怎么突然给我送礼物啊？无事献殷勤。你想干嘛？你帮我这么多忙，还给我当助理，又不肯要工钱，所以我只能送你一个小礼物了。你说什么无事献殷勤？你什么都不要就来给我当助理，为什么？尖晶石，不值什么钱的。如果你嫌弃的话，那我哪有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道理？帮我带上。司徒大哥，不好了！怎么了？骆少爷带着我去找方医生，结果出事儿了。快到了。哎呦！哎呦我！这都撞坏了！你撒谎什么？骆少爷，你怎么把车开这儿来了？
废话，我找方医生问话就走，我可不清静点吗？你谁啊？啊，我叫金满堂，方老爷家的短工，是老爷让我取个电报。这我听见这儿有汽车声，就这么一瞧，哎呦，不好意思晃您眼了。您啊，只管把车放这儿，等您和2位女士离开，我保准给您修好了。2位女士，白女士和邹小姐啊，您不是受邀来参加我家老爷酒会的吗？酒会？啊，这是我给静轩的一点心意。哟，方医生好阔气啊！这个净颜你可不好买。成，那我就替他俩接下了啊。哎呦，说起他俩这事儿啊，我就一脑门子官司，咱谁都别着急，那叫皇上不急太监急。要我说啊，静轩还年轻，不着急。年轻什么呀？他妈妈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都生他了，还年轻呢。啊，静轩不是你亲生的？嗨，我们家老爷走得早，哪给我留下一儿半女的机会啊？我那个表妹生下静轩，身体就一直不好，没2年呀，也撒手人寰了。我看着这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抱过来自己养了。白太太，您还是保养得好，看这手上白白净净的，连个痣都不长。你看看你，一手的斑。嗨，我一个当医生的还在乎这个？哎，罗少爷，请。嗯，你们先进去。啊，这边请。少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我今天刚回来，听说你去奉天了。对啊，你回来也挺好的，不然你一个人在北京，我还总惦记。你信上不是说过些日子再回来吗？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4万。老爷，电报取回来了。骆少爷说他有事要拜访您。少川来了。骆少爷，二夫人方医生，骆少爷想找方医生了解一桩旧案。今儿是什么喜日子啊？这好事一件接一件的。你会打麻将吗？替我打2把，我去招呼稀客啊。你不是不喜欢社交吗？要是小丑让你来了，你就拒绝他，别总惯着他。没有，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想见见方医生。方医生？见方医生的都是死人。我当哪阵风把骆少爷吹来了？原来是到我这儿找未婚妻呀！啊，碰巧。准备酒水啊，是。我过来呢，想问你几个问题，问完我们就走。不要着急，吃完晚饭以后你再问。你可是今晚的贵客呀。老爷，晚宴准备好了，请入席。谢谢。谢谢。您的，谢谢。请，我不喝酒的，我要这杯红酒。好的。诸位肯赏脸，方某非常开心。不过数月前也是我们这些人，只是今日世事难料啊。好在我们现在又多了不少新的朋友。来，我看啊，方医生，你缺的不是新朋友，你缺的是一女朋友。那你给拉媒啊？哟，方医生还需要我拉媒啊？嗨，我早就过了情情爱爱的年纪了。倒是骆少爷，
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我们能等，可有些人等不了了。哎呦，怎么说话呢？来，我们大家都把杯端起来，祝我们身体健康，有情人终成眷属。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方医生，方医生，我这就去报警。站住！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秦明，你去把老包和司徒找来。好。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没来得及问，他就死了。也就是说，方医生的死亡现场跟我老师的一模一样。啊，洛少爷已经封锁了现场，那我先去通知包警长。帮我叫下师母。现在？对，现在。我不同意。我真的觉得老师是被谋杀的，您难道就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你白天问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有所怀疑了。他的死我难辞其咎，我不能连这份清净都不给他。司徒，没有你老师，你也一样能破案。放过他好吗？您不是想要放过他，您是不想放过自己。您想用沈律师的死，永远折磨自己。思琪去世后的这些年，您一直在抱怨折磨沈律师，直到他也死了，你才如梦初醒。原来失去孩子的不只有你，也有他。所以您想从自我折磨中得到救赎。师母，以前每当您问起我父母时，我总会仓皇地躲避开话题，因为别人说我爸不爱我和我妈，所以我妈杀了他。我是个杀人犯的女儿，这些年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直到司徒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揭开了伤疤，里面生了疮，流了脓。直到他剜去了我心口的腐肉，我才发现，这是一场冤案。我的妈妈，因为我的逃避，这么多年了才得以沉冤昭雪。师母，每一起谋杀案，都是被害者对这个世界被迫的告别。真相大白，是死者对于活人世界的唯一诉求。沈律师是这么有名的大律师，您真的愿意看到一位律师的诉求永远被深埋地底吗？怎么样？确实是中毒的迹象。蓖麻子吗？那倒不是，是尼古丁。抱歉，我刚才召集新人没看见你没事吧？太鲁莽了。对，您说的是，您没事就好。怎么了？没事吧？开太快了。没事。杜先生，
周老师，这位是杜先生，和沈律师、方医生都是朋友。啊，晚辈司徒言，沈老师的学生。幸会。你好。我们好像在沈律师的葬礼上见过，是吧？哎，一提起沈律师，时间过得真快啊。对了，杜先生，老师出事那场酒会，是在您那儿办的。骆老出面，我跟方医生一起筹备的。怎么了？方医生遇害。你是说方建奇跟老沈都是被谋杀的？具体还要看方医生的尸检结果。我就说不对嘛。您早就怀疑了吗？是啊，你想想看，毕竟是在我那儿出的事儿，我心里过意不去。你刚才说现场验出尼古丁，可是酒里又没有找到尼古丁。我当时跟静轩还做了一些调查。静轩？哦，静轩是个特别善良的姑娘。能不能跟我具体说说，您都调查了些什么？哎呀，我毕竟不是很专业，只是之前有过一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我跟静轩私下里调查了一部分去参加宴会的宾客，但是最终也是一无所获。在场的宾客您都很熟了？应该是这样。当时骆老要给律师工会筹钱，委托我来筹备这个晚宴。宴请的很多宾客，主要是一些志同道合以及身家厚实的人。董慈欣，新锐作家，文风犀利，还经常写一些明朝暗讽北洋政府的小文章。戴立明，贵族出身，后来家道中落，这几年与酒为伍，娶了做生意人家的女儿郑白。郑白，戴立明的太太，这些年戴家靠他维持家业，据说郑家一向支持南方那边。白珊珊，哈尔滨有名的交际花，从骆老去世之后就变成了骆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周静轩，这个你应该很熟，就不用我介绍了。丁梦，方家的长工，在方家做了很多年，我借来帮厨的。这些都是我调查过的，后来我就去了北京。这几个月您一直在北京？对，我生意在那边。邹景轩也去过？我们经常见面。大哥，周老师，你们都小心点。好，慢点啊。少川，我们什么时候能走？方医生，我怕我妈受不了。所有人都在，小水也在，查案不能搞特殊。你先找个空房间休息一下吧。司徒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北京的事儿办得很顺利，我们先去找老包了解一下情况。孟晚姐，没吓到吧？尼古丁中毒啊！哟，你猜对了。沈老师也是吗？连夜验的，但现场没验出来。又没验到。
我们什么时候能走？现在现场所有的人都有杀害沈进贤跟方建奇的嫌疑，所以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谁都不能走。我们只是有嫌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扣人？哟，那如果凶手因此逃脱了，您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在场的都是哈尔滨有头有脸的人物，被你关在这里造成的损失，你能负责？我负责。